答应我，你们一定要做一下这个面包好吗？这个面包真的我太爱了。酥脆的外皮下，你能感受到棉花般的柔软，每一口都充满着浓郁的麦香味儿，我真的是一口接一口，完全停不下来呀。今天做的这个面包是墨西哥波利略面包，这个名字是音译过来的，是墨西哥的一种咸味面包。它的特点就是呈一个一个的小椭圆形，外皮松脆，内部柔软。它是法棍的变体，但是口感绝对不输法棍，而且做法非常简单。今天我不用机器揉面了，我给你们展示这个面团手揉也很好揉。在大碗里放入水、干酵母，搅拌均匀。这个配方液体量挺大的，建议你们用吸水性比较好的面粉。如果怕不好操作的话，那可以适当的减少20到30克的水，然后再加入面粉、盐、糖、黄油。面粉你们可以全部用高筋面粉，也可以用一半高筋粉，一半中筋粉，或者按我给的比例来。因为全部用高筋面粉，我觉得吃着有点太有嚼劲了，腮帮子累。这个面团因为糖、盐还有黄油的比例都不是很多，所以一次全部加入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口味比较淡的话，可以减1克盐，放6克盐。这个面包放7克盐，最后是可以吃出咸味的。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它能吃出咸味，所以觉得它咸香的。材料全部揉捏均匀，成团以后就给它盖上松弛20分钟。20分钟以后，你们看它就会发起来一点了，然后再戴着手套揉，也不会太黏，而且很轻松，揉个10几、20多下吧，它表面基本上就光滑了。看，这就挺光滑了吧？然后给它再盖上松弛20分钟。第3次可以不揉了，把面倒出来，然后给它进行擀卷，差不多擀卷个3次左右，它就能出很好的膜了。就是尽量的给它擀开，然后再从上到下卷起来。然后再擀开。这个方法是借鉴了前些日子我发的那个日式黄油吐司的做法，通过反复的擀卷让面筋变强。擀到你真觉得哎呀实在是擀不动了，太费劲了，就像现在这样状态，那就差不多好了。我这现在就是擀卷第4次的状态，第4次我已经擀不开了。你看它现在其实已经很有弹性了。这个面团如果用机器揉的话，揉到8分筋就可以了，手揉也是揉到8分筋，不需要出特别好的膜。看我这个膜已经很好了，不要再揉了，因为发酵的时候它的面筋还会变强的。给它整理一下，整理成表面光滑的圆形，然后放在28度的环境里发酵，差不多要发1个半到2小时吧。因为我酵母放的少，着急的话可以放5克酵母，就发到2倍大，按下去有轻微回弹就可以了。然后给面团倒出来，平均分成8份。特别巧的是，我这个面团总量是888克。这是要发的节奏啊！平均分配就是每个111克，然后给面团滚圆。全部滚圆好以后，松弛20到30分钟。这种水量大的面团发酵挺快的，酵母放的少，1发时间会稍微久一点，但是2发不会久，基本上40分钟就能发好。而且商业酵母放的越少，麦香味就越明显，越好吃，所以我还是挺推荐放3克酵母的。松弛好以后就可以整形了，整形方法有2种，我2个都试试，看看哪种效果好。这种就是像法棍一样的方式整。第2种就是很常见的，翻面以后给它从上到下卷起来，整成橄榄形。拍面团排气的时候，不要把气全部都拍掉，留一半，这样就是把面团全部都往中间卷。卷好以后2头再搓一搓，它就会变成橄榄形。目前来看，这第2种方法应该是能更胖乎一些。把面团放到油布上，然后放到28度的发酵箱里去发酵。烤箱要提前预热上，这个时候就要预热烤箱了。烤箱预热230到250度，如果能用250度最好。差不多要40分钟，发到原来的1.5倍大，不要发到2倍大，2倍大就有点过了。按下去还有轻微回弹，但是上面还有一个坑，这样就可以烤了。烤之前在面包上割一个口，如果一下割不了太深的话，也可以再割一下。
因为这个面团太软了，不太好割。然后还没完，在这个割口处刷一层橄榄油，听说这样做面包长得更好，割口也漂亮。反正最后成品挺脆的，吃起来特别香，应该跟这个橄榄油也有点关系。烤箱一定要预热到位，然后放到烤箱的中层，有石板一定要用上，或者平底铁锅也行，就是一次烤不了几个。石板铁锅都没有，那你就直接烤盘放进去烤就行了。关门之前给面团上喷点水，制造蒸汽。如果烤箱有喷蒸汽功能，就喷点蒸汽。230度烤20分钟，250度烤15分钟。烤到它表面有金黄色的颜色，基本上就熟了。现在这个是我第一次做的面包，吃着很好吃，但是造型上我不是很满意，裂口是歪的，而且我发现4个面团不能并列摆在一起，烤完它们就连上了，侧面就有烤不透的现象。而且这个面包我觉得一定要胖才好看，所以第2次再做的时候，我就选择了这种从上到下卷起来的整形方法，这样它中间能胖乎一点。而且摆放的时候要这样斜着给它们分散摆开，然后把中间轻轻按一按，稍微按扁一点，这样烤完它就能胖乎一点。就这样拿去发酵就行了。发好以后在中间割一个口，不在边上割了，改在中间割了。再刷上橄榄油，其实我觉得挤一条黄油应该也不错，但是我懒得试了，因为还得把黄油装进裱花袋里，或者给它切了，麻烦。然后再放进烤箱里给它烤熟就行了。然后烤了一会儿，我过来一看啊，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状态吗？天哪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包啊，完美！第2盘也烤完了，第2盘我换了一个烤箱，250度烤了15分钟。那肯定这第2盘的效果更好呀，因为它烤的时间短，水分就保留的更多。快看快看，金黄色的外皮，漂亮的裂口。下面请闭上眼睛，听它。用手轻轻一捏，就能听到这酥脆的声音，哎，简直太舒服了。现在我切的这个是我第1次烤的面包，又复烤了一下，给你们看看，依然非常的软。吃起来那简直了，嘎嘣脆。通常墨西哥人喜欢用它做三明治吃，我一想，光做个面包是不是太单调了点呀？那有墨西哥面包了，是不是再搭配一个墨西哥手撕猪肉就更完美了？所以我跟芒石学了墨西哥手撕猪肉，我在网上搜了一遍，它的做法是最简单家常的，味道也非常好，推荐你们做来试试。好多做法都是先腌，然后放烤箱里烤6个小时，太久了，或者用慢炖锅炖，那我也没有这玩意儿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。一定要买猪梅花肉，因为这个肉久炖不老，给它切大块，然后锅里放点油，如果能放猪油就更好了，没有的话就普通油，把肉先放进去煎，煎到2面都变色了。肉全部都煎好了，然后再翻炒一下，把它们炒匀了。再把刚刚切好的洋葱和蒜放进去，大蒜不用去皮，洗一下，然后横着给它切开，切2半就行了。再放2片香叶，把1个橙子的橙皮用擦皮器给它擦进去。没有擦皮器的话，反正就是麻烦点，你得先把橙皮刮下来，然后再把里边白色的部分给它削下去，不能有白色的部分，会发苦的。然后再把橙子切开，把1个橙子的橙汁都挤进去。再倒入1罐啤酒
450到500毫升，芒石用的是500毫升的，我们家这个是450毫升的。然后再加入五香粉、盐、辣椒粉、孜然粉、酱油、黑胡椒，这些调料根据自己口味添加就行。给它们翻拌均匀，大火煮开锅了以后，再煮个5分钟，把那个酒精的味道散发出去一些，然后再盖上盖子转小火炖。小火炖2个小时，炖到这个样子，肉很烂了，就可以关火了。然后把大块的肉剪出来，放在烤盘里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尝一尝肉的味道，如果觉得味道不够的话，可以适当的再加一点盐、胡椒、孜然、辣椒之类的。放到烤箱里，220度烤到它表面变脆。锅里剩下的汤和碎肉就可以给它倒出来。如果汤不够浓的话，你就再开火把汤汁稍微浓缩一下。但是你们看我这个汤汁已经很浓了，就不用再浓缩了。就把香叶还有你不爱吃的蒜、洋葱之类的挑出来就行了，爱吃就不用挑了。洋葱基本上是挑不出来了，已经都煮化了。我这个肉烤了20分钟，不能再烤了，再烤就糊了。然后就用叉子把肉压碎。朋友们，我惊呆了，原来手撕猪肉不是用手撕的呀！我一直天真的以为是用手撕的。应该有人跟我一样的想法吧？快，谁跟我一样的想法请举手。然后取一些肉，再取一些汤汁放在一起拌匀了就可以了。我偷偷尝了一口，真的老好吃了，都给我去做。这东西可能配墨西哥饼吃比较多，但是请你也一定要试试配今天这个面包，因为今天这个面包外脆内软，用它做三明治也超好吃。然后再做一个番茄沙沙，就是番茄、洋葱、香菜都切碎了放在一起，放一丢丢的盐，再放适量的黑胡椒和半个柠檬汁，拌匀就可以了。这个是非常解腻的。如果你有那个辣椒酱的话，可以再放几滴辣椒酱。我不太能吃辣，我就不放了。面包已经凉了，给它从中间切开。看这个面包凉了都非常的软，薄薄抹一层黄油，然后放到锅里，用中小火给它煎香煎脆。煎面包的时候还可以再切个牛油果。面包翻面之前喷点水，这样它会更脆的。也可以放烤箱里烤，但是我觉得放平底锅里加热更快。面包热好了就可以组装啦，放一大勺肉，再放上番茄沙沙，再放上牛油果。纠结半天要不要加个煎蛋呢？我还是很想吃的，所以就加了一个煎蛋。这个是放的黑胡椒，煎蛋我喜欢放黑胡椒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一定要多吃点蔬菜，再来点生菜丝儿，完成。味道就不用我说了吧，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到它有多好吃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给我点赞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